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本充满趣味与智慧的书《土狗老黑闯祸了》。这本书的作者是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叶广芩，他以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关于成长、友情和责任的故事。这本书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儿童故事，实则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它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内心深处那扇关于童真、善良和勇敢的大门。在这个快节奏、充满压力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和烦恼所困扰，而这本书能够带我们暂时逃离喧嚣，重拾那份久违的纯真与美好。或许你会问，一本关于土狗老黑闯祸的书能有多大的价值呢？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名人的故事。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小时候也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他总是会做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一次，他为了看马戏团的表演，竟然偷偷地爬到了马车的底部，一路颠簸着去了马戏团。虽然这个举动很危险，但也展现了他强烈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就像土狗老黑一样，马克·吐温的这些经历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宝贵财富，让他能够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世界，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能让我们从土狗老黑的经历中汲取力量，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发现那些被我们忽视的美好和机会。故事梗概与主题呈现。土狗老黑闯祸了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土狗老黑在乡村的种种经历，以及他与主人公之间深厚的情感。老黑是一只充满活力、好奇心旺盛的土狗，他总是会做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会在田野里追逐野兔，把庄稼踩得乱七八糟；他会跳进河里游泳，把水溅得到处都是；他还会把邻居家的鸡追得满天飞，引发一场鸡飞狗跳的战争。然而，在这些看似调皮捣蛋的行为背后，却隐藏着土狗老黑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索精神。这本书的主题围绕着成长、友情、责任和自然展开。通过老黑的经历，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命在面对未知世界时的勇敢与无畏，也感受到了人与动物之间那种纯粹而真挚的情感。书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老黑就像是一阵自由的风，他不受拘束地奔跑着，跳跃着，他的眼中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他虽然总是闯祸，但他的每一次闯祸都是对生活的探索，都是他成长的足迹。这段话生动地展现了土狗老黑的特点，也为我们理解这本书的主题提供了线索。从理论层面来看，这本书的主题体现了儿童心理学中关于儿童成长与发展的观点。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互动来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土狗老黑的种种行为，正是儿童探索世界的一种象征。他的大胆尝试、勇于犯错，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生命在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状态。同时，书中所展现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友情，也符合心理学中关于情感依恋的理论。这种情感依恋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人与动物之间，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角色塑造与性格分析。土狗老黑。性格特点：土狗老黑是一只性格鲜明、充满个性的狗。它勇敢无畏，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无论是面对凶猛的野兽，还是陌生的环境，它都毫不畏惧，总是敢于冲在前面。同时，它又非常忠诚，对主人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它会为了保护主人而与敌人搏斗，也会为了陪伴主人而放弃自己的自由。行为表现：老黑的行为常常让人啼笑皆非。它会像个小孩子一样调皮捣蛋，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它会追逐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会把主人的鞋子叼走藏起来。它还会做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比如突然跳到桌子上，把饭菜打翻，或者在客人面前表演各种滑稽的动作，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成长与变化：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土狗老黑也在不断的成长和变化。起初，它只是一只只知道玩耍和闯祸的小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学会了承担责任，学会了关心他人。当主人遇到危险时，它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当家里有困难时，它也会尽自己的一份力。它的成长历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命在面对生活挑战时的坚韧与勇敢。主人公。性格特点：主人公是一个善良、纯真、充满爱心的孩子。他对土狗老黑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把他当作自己的好朋友。他会耐心地照顾老黑，陪他玩耍，和他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他的善良和纯真也让他能够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与神奇。与老黑的关系：主人公与土狗老黑之间的关系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看点。他们之间既有深厚的友情，又存在着一种类似亲情的纽带。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冒险，一起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在老黑闯祸的时候，主人公虽然会生气，但更多的是对老黑的包容和理解。他会帮助老黑解决问题，引导他走向正确的道路。这种关系
让我们看到了人与动物之间那种纯粹而美好的情感。3. 情节设置与叙事技巧。1. 情节跌宕起伏。这本书的情节设置非常精彩，充满了悬念和惊喜。每一个故事都像是一个小小的冒险，带领着读者走进一个充满未知和挑战的世界。例如，在老黑追逐野兔的情节中，读者会为老黑的安危担心，不知道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在老黑与邻居家的鸡发生冲突的情节中，读者又会为老黑的行为感到哭笑不得，不知道他会闯出什么样的祸来。这种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紧张和期待。书中还运用了一些巧妙的悬念设置手法，例如，在故事的开头，作者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老黑为什么会闯祸，而是通过一些细节描写和情节铺垫，逐渐引导读者去猜测和想象。这种悬念设置不仅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也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让读者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故事的结局。2. 叙事视角独特。作者采用了儿童视角进行叙事，以主人公的视角来观察和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叙事视角让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他的喜怒哀乐，同时也让我们能够以一种更加纯真、更加真实的眼光去看待土狗老黑的行为和经历。例如，在描述老黑闯祸的情节中，作者并没有直接批评老黑的行为，而是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展现了老黑的天真无邪和调皮可爱。这种叙事视角让读者更容易与主人公产生共鸣，也更容易理解书中的主题和情感。3. 语言生动形象。作者的语言非常生动形象，充满了童趣和诗意。他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夸张等，来描绘土狗老黑的形象和动作。例如，老黑就像一阵旋风一样冲了出去，老黑的尾巴像个小扫把一样摇来摇去，老黑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大。这些生动的描写，让土狗老黑仿佛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也让读者更容易沉浸在故事的世界中。4. 书中蕴含的核心理念与习惯。1. 勇于探索与尝试。土狗老黑的行为告诉我们，要勇于探索和尝试，不要害怕犯错。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去尝试新的事物，从而错过很多机会。而土狗老黑却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犯错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不断的成长和进步。正如书中所说，每次闯祸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每一次冒险都是一次成长的经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运用这个理念来鼓励自己和他人。例如，在工作中，我们可以鼓励员工勇于尝试新的方法和思路，不要害怕失败。在学习中，我们可以鼓励学生积极探索新的知识和领域，不要害怕犯错。在生活中，我们可以鼓励自己和家人尝试新的事物和活动，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2. 珍惜友情与亲情。书中主人公与土狗老黑之间的深厚情感，让我们看到了友情和亲情的力量。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珍惜的人，他们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家人、恋人等。我们应该学会珍惜这些感情，用心去经营和维护。例如，我们可以多花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与他们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们可以关心他们的需求和感受，为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我们可以尊重他们的个性和选择，与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土狗老黑身上学习到如何去表达我们的感情。老黑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对主人公的喜爱和忠诚。我们也应该学会用行动来表达我们的感情，例如给家人和朋友送上一份小礼物，为他们做一顿美味的饭菜，或者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3. 承担责任与履行义务。土狗老黑在闯祸之后，并没有逃避责任，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并努力地去弥补。这体现了责任与义务的重要性。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承担责任，履行自己的义务。例如，在工作中，我们要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家庭中，我们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照顾好家人，关心他们的生活。在社会中，我们要遵守社会公德，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书中还通过一些情节展现了承担责任的过程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例如，老黑在弥补自己错误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坚持不懈的努力。这告诉我们，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我们要有勇气和毅力，要敢于面对困难和挑战，要不断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4. 尊重自然与生命。这本书以乡村为背景，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土狗老黑与大自然中的各种动物、植物都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他尊重自然，热爱生命。这本书提醒我们要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珍惜每一个生命。在当今世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行动起来，为保护地球家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例如，我们可以减少使用塑料制品，节约用水用电，参与环保活动等。综上所述，
土狗老黑闯祸了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儿童故事，更是一本充满智慧和启示的书籍。它以土狗老黑为主角，通过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向我们传递了勇于探索与尝试、珍惜友情与亲情、承担责任与履行义务、尊重自然与生命等核心理念。这些理念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阅读这本书吧，让它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让土狗老黑的冒险精神激励着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让我们从书中汲取力量，学会在生活中运用这些核心理念，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介绍：生活就像一场冒险，而土狗老黑就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像他一样，勇敢地闯荡世界，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篇章。希望大家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勇气和力量。谢谢大家。